2024年7月，中国市场新能源月销超过燃油车的消息震惊了全网。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燃油车成为小众车将会成为必然的趋势。然而，1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而在今年的销量榜上，我们依旧可以在前20名中看到很多熟悉的蓝牌老伙计。而今天这份榜单中，一款我们非常熟悉的产品就将迎来全新的升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里森，欢迎来到Auto Lab。这台车的全称是全新一代速腾 L， 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成为了整个速腾家族里面除了2款运动车型，也就是冠军版和 GLI 之外，第一个名字带后缀的车型。而这个 L 它的意义也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加长嘛。因为虽然这辆车它的轴距和现款车型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的车长和车宽都有着一定的增加，而同时它的车高会变得更低了，所以说在车身姿态上来看，它会显得更下沉，甚至更加低趴。另外呢，这辆车它也创下了速腾家族的另一项首次。如果您相对懂行的话，您可能会知道，国内的速腾和北美版的捷达其实是同宗同源的一个关系。2款车的每一代车型的外观基本都是相似的，但是全新一代的速腾 L， 它的外观设计是进行了本土化的一个特质，所以说它和北美版当前的25款车型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车头设计的一个变化，这一代车型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小迈腾 B9啊，因为它前脸的整个设计的手法都是非常的相似的，相同的贯穿式的灯带，相同会发光的一个 logo， 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灯组造型，因为它把日行灯给做在了侧面，我觉得会相比当前的这些很多眯眯眼来说，显得更加炯炯有神一些。而接下来它的下部的整体设计也是一个比较类似的外轮廓，而同时是整合进了前面的毫米波雷达以及侧面的一个真实通风孔。这个毫米波雷达周围的这个设计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正面看着它好像没什么，但是你稍微带点角度看，你总有一种监测到空间扭曲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看车侧，虽然说确实它的车长更长了，车高更低了，会显得这辆车车侧线条更加的修长，但你会发现就是它整体视觉效果的变化会大于数值的变化，那是因为它在某一些细节设计上也做出了一些对于拉长整个车侧视觉效果的一些优化，其中之一就是后面的这一条 C 柱的线条，它显得更加的溜背了，而同时也整合上了一个整合镜这个分合线的大灯尾灯设计，所以会显得整个车尾有更向后去延伸的一个趋势。使用相同设计手法的，比如说像标致的508L，比如说像本田雅阁都有一个类似的处理，但是这3个品牌之中，反而是最严肃的大众做出了最夸张的一个线条比例。而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把引擎盖和窗线进行了一个融合，同时你仔细看窗线的这个位置，它是去结合了一下引擎盖的位置，所以说会让整一条侧面的线条变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一体。那么同样的也会把整辆车拉到更长的一个视觉效果。那当然话说回来，前面我说了这么多，想必整个车侧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门把手了。隐藏式门把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嗤之以鼻，但是它核心的问题其实在于某些车企对于它的使用逻辑以及一些极端情况下的考虑不够周全所导致的。而大众在做这种相对比较需要挑战成熟度的设计的时候，其实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比如说现在这个门把手是收回的状态，但是你依旧可以通过手动来对它进行开启，而同时它有一个主动接近200牛的一个破冰能力，所以说在冰雪天气使用下也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在它的侧面，也就是它的钥匙孔，甚至连这辆车的钥匙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以更好的贴合你在极限状态下去打开它的一个方式。所以说给个机会吧，万一它好用呢。而车尾最吸引大家注意的变化，应该就是logo 下面这一排字母了啊。我怀疑今后大众旗下可能所有车型的后车牌的安装位置都会在后保险杠上，而不是在后备箱盖上，因为要留下这个位置放字母嘛。另外它的这一排数字里面330 TSI 也就意味着这辆车使用的动力总成依旧是 EA211 的 Evo 2引擎，再加上7速的单式双离合 DSG， 是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黄金搭档了。在全新一代速腾 L 上，动力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变化。接下来关于它整个车尾的设计，其实这也是体现它小迈腾B9的一个地方，它的整个轮廓都会显得非常的接近，而且我非常喜欢它这种色块造型的尾灯的布局。另外我甚至觉得它整个后杠的设计会比
迈腾 B9要显得更加内敛，接受度更高一些。它没有使用复杂的轮廓，而是一个简单的线条进行了一下勾勒。最后，关于后备箱的一个表现啊，它的轴距没有增加，但是它的车长增加了，也就意味着它的后悬会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它的后备箱表现又变得更加的可观了一些。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细节的小设计啊，但是这个尺寸的后备箱倒也没什么其他可抱怨了。来到车内，你看到的是当前大众家族全新的智能化设计语言，有一块大屏，有一个电子的怀挡式换挡杆，还有一个完全使用了实体按键的艮2方向盘。同时，这辆车呢还增加了一个 HUD， 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加你在驾驶时候的一个信息读取。另外，关于这个大屏啊，这块屏幕放在那个尺寸的 SUV 里面呢，会显得比较的正常，但是放在这样一个尺寸的轿车上面，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车厢布局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已经把副驾中间的出风口赶到了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已经有点放不下了。另外，对于我的驾驶姿态来说呢，方向盘和电子档杆会有一点点遮挡左下角的一个显示。另外，关于内饰设计上的一些小细节我一直在强调说，用怀挡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释放你整个中央扶手的一个储物能力，而这辆车也是这么做了。现在有了2个非常正经的手机放置板因为只有一侧有手机无线充电，而同时它的中央的扶手是使用了一个对开式的设计，显得还更尊了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设计，就在于它的门把手样式用了一个非常不大众的一个风格，它看起来很新颖，但是又充满机械感，且它开启这个动作还显得挺有仪式感的。接下来，这辆车的储物空间在这下面有个小的巧思，它是一个2段式的设计，并且下面都有软质的硅胶覆盖，也就意味着你随身物品的一个收纳可以显得更加的随心一些。只是有点可惜的是，你左侧膝盖上方的这个小储物格不知道为什么被取消了，那个地方放东西其实还挺好的。最后，关于这辆车的用料内饰用料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大众那种所谓的塑料感和廉价感，现在软质包裹的面积我觉得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个材质显得非常的丰富，你的视觉效果跟你的触感都会有一些质的提升。但是呢，也给各位一个小的忠告，就是如果你用车没有那么小心，但是你有一点点强迫症的话，尽量不要选浅色的内饰。最后来到后排，由于这辆车的轴距和现款车型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所以说空间的绝对值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前面呢是我的驾驶姿态，我坐在后排，腿部空间一拳有余，头部空间大概2到3指左右，至少没有碰到任何的东西。另外，后排一些设计的改变也是带来一些体验上的优化，比如说这几个小布袋可以让你的随身物品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放置。中央隆起的高度呢有一定的下降，那你左右横跨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方便。整张座椅从我主观角度出发，我感觉它的靠背是更斜了一些，而且整个填充物是更厚的。那么我现在坐在这里，整体的身体的姿态会显得更加的放松一些，即便空间没有发生变化。最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在你外侧手肘的地方，它有一块软质的包裹。那么无论是你正常乘坐，还是你上下车去抵靠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体验上更好一些。唯一的一个小抱怨，如果说这辆车有一个后排中央扶手的话，那么乘坐体验会更加的优化。那当然，我也在这里别个假，这辆车只是一个试装状态，最终实际情况以量产交付为准。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依旧会发出类似的疑问：你为什么不买这个？你为什么不选那个？但是各位要明确这么一件事情，很多的汽车用户，他们需要买辆车，但是他们对于汽车这个玩意儿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对于汽车的需求没有那么的丰富。作为一个汽车爱好者，这件事情其实我花了很久才真正的搞明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对于一辆车最基础的需求，那就是一个可靠、舒适的代步工具。所以说，即便是当前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依旧可以看到那么多老家伙在销量榜的前面站着。我们一方面需要去用到新能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市场多样性。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超特来，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